有杀人狂进入大楼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棒球男来了，拖着球棍，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要发抖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连3米都不到。走过去，快走过去！我在心里祈祷，眼看着棒球男就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你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几乎心脏停跳。片刻后，棒球男动了，他凑到监控室的显示屏前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不可能啊！我听到他低声喃喃：“难道他跑这么快，已经到厕所了？还是说他又回公司了？”厕所是这个楼层唯一没有摄像头的死角，而公司里有桌子，人可以躲在后面避开摄像头。棒球男嘟囔着走了，在确认棒球男确实已经走远后，才猛地坐起身来，垃圾从我的脸上滑落。我大口呼吸着，我赌赢了，这是我唯一能躲过棒球男搜查的办法。棒球男不会想到，这具倒在血泊里、脸被垃圾盖住的尸体，不是老板，是我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忍着恐惧，换上老板的衣服躺进血泊，而真正的老板被我剥下衣服后，从12楼的窗口推了下去。看了一眼监控，我立刻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正在由大厦的北面向南面移动，准备回公司。而最南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司里，眼镜男正在试图把毛毯系在一起，变成一条绳索。我心里一动，眼镜男想跳窗，只要他能到第11层，就可以从窗户进去，然后从第11层逃生。我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一层。平缓了一下呼吸，我走出了监控室。路过楼梯间的时候，我再次试着推了推门，还是不行。2道门中间挂着一把 U 型锁，顶多只能推开不到10厘米的缝隙，人根本无法从中穿过。等等，这把锁很熟悉，我想了起来，这把锁是王哥买的。老板说公司的大门最好再加1道防护，于是王哥就下单了这种最传统的 U 型锁，今天早上才到货。为什么王哥的锁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层楼门是王哥所住的？或许自己应该去检查一下王哥的尸体。我悄悄潜回了大厦的南面，远远的我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站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望着玻璃门内。下一秒，棒球男举起了球棍，砸在玻璃门上，一下再一下。棒球男没有看见我，他的注意力正在被门内的眼镜男吸引。你宁愿掉下去摔死，也不愿意死在我手里吗？趁着2人对峙，我飞速地潜入了隔壁的空房。王哥的尸体仍然停在那里，有2样东西不见了，一样是他的手机，另一样是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。我起身，觉得某些真相似乎在朝我逼近。然而就在我想要继续思考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眼镜男跳下去了，他的腰间系着绳索，悬挂在12层和11层的中间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慢慢的，他把自己往下放，而同时传来的是公司大门处的玻璃碎裂声。眼镜男尖叫一声，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而就在下一秒，棒球男已经来到了窗边，他飞速地抓住了绳索，手中拿出一把刀，一刀下去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他整个人从11楼窗口掉了下去。眼镜男死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球棍砰砰地砸在门上。林岩，我发现你了！我不断地往后退，一路退到角落里，只要这道门被撞开，就是我的死期。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撞门声突然停了，外面重新变得很安静。我以为棒球男砸累了，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门外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门缝往外望了望，外面的走廊黑漆漆的，没有人。然而下一瞬，我便意识到不对，后退一步，我缓缓趴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和棒球男的眼睛对上了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趴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